男生质问女生为什么要把同住一间酒店的事四处张扬，女生不以为耻，反手就给男生一个巴掌。下一秒，你对朋友还真好嘛！讲完了吧？男生这才反应过来，女生的意思是，你宁愿替朋友出头，也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喜欢的人可是你，何须在乎什么流言蜚语？男生的表情又立马陷入挣扎，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好兄弟，毕竟当初是他支持好兄弟去追的女生。这种你我他的特殊关系，将久违的纯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电影不撒狗粮，不煲鸡汤，看似平淡的情节，却将青春的悸动和微妙展现到让人如沐春风。毕竟听到涛声4个字已经足够醉人。高2年级的男生杜奇拓正在做兼职，突然接到朋友松野的电话，让他赶紧去学校一趟。杜奇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慌忙地跑到学校，没想到松野竟是让他来看一个美女转校生。女孩叫武藤里佳子，是从东京来的时髦女孩，班长松野对她颇有好感。看着武藤的背影，杜奇也想见一见这个所谓的美女，可碍于好兄弟首先提出对女孩的好感，他只能故作推辞。一路上他们聊起了打工遇到的种种趣事，看着松野这么快就被迷得神魂颠倒，杜奇气不打一处来，打趣似的踢了踢松野的书包，松野也玩笑似的踢了回去，这是属于铁哥们之间才有的调侃方式。第二天放学，杜奇也终于见到女孩武藤，松野连忙给她介绍，言语之间全是溢美之词。女孩离开后，杜奇调侃松野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展开了攻势。松野连忙解释说只是碰巧遇到而已，也难怪松野着迷，这个女孩确实有些特别。作为新人的她，很快就在校园里掀起一阵旋风。体育课上网球比赛，她与学校头号种子对战，几个回合就把对方打到无法还手，全校男生瞪大了双眼，不愧是东京大城市来的，不仅网球打得好，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。作为转校生，能这么快就考进全年级第12名实属罕见，但他并不受女生们的欢迎，因为他时常独来独往，沉默寡言，大家都认为他来自大城市东京才这么孤风自傲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杜奇的妈妈说，武藤是因为父母离异，跟随母亲从东京搬来这里的，单亲家庭的孩子都很可怜，妈妈让杜奇在学校多多照顾武藤。他这才知道，同学们把他的孤僻当成了孤傲，而他和武藤之间微妙的关系也很快就要发生。进入高3后，学校举行了一次夏日旅行，武藤主动向杜奇打招呼，这让杜奇有点不知所措，想不到第一次打招呼竟然是找他借钱。武藤吞吞吐吐地解释说自己的钱包丢了，外人一看就是撒谎，只有单纯的杜奇为他担心，还为他想办法，如果是旅行支票还可以挂失补救。武藤以不想讨老师骂为由拒绝了他的好意，说话的口气简直跟老师一模一样。原来你是那种乖乖牌的学生啊，怎么跟我听来的不一样，真失望。在他的心理攻势下，杜奇答应了武藤的请求，只是不知道他的请求这么过分，竟然要借走他所有的现金。杜奇无奈地走进电梯，松开裤带，从腰间扯出一个钱包，然后还要用手帕包起来才递给武藤。可见杜奇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家伙，这都是长期社会实践带给他的变化，勤劳而且谨慎。拿到钱的武藤瞬间变脸，他告诉杜奇不准告诉任何人。杜奇感觉莫名其妙，这时松野出现了，他在远处注视着杜奇，杜奇更是一脸惊恐和尴尬，他生怕好兄弟误会，于是急忙扯开话题。他抱怨松野为什么要告诉武藤自己经常打工攒钱的事，要不然也不会被武藤盯上。得知自己喜欢的女孩需要帮助，松野马上就离开了，毋庸置疑，一定是去找了武藤。松野离开的同时，杜奇紧绷的神经才松了下来。晚上聚会的时候，武藤气冲冲地找到杜奇，他一上来就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和他借钱的事告诉松野，害得他勉为其难地借了松野的2万块钱。武藤把杜奇数落了一顿，让他以后不要再大嘴巴了。杜奇好心借钱，还被他用这种态度对待，他顿时觉得委屈起来。这什么跟什么啊？他妈是怎么教他的？旅游回到学校后，高3就重新分班了。杜奇和武藤刚好被分在了一个班里，不知是天赐良机还是冤家路窄。新的班级里，武藤也终于交到了一个朋友，女孩叫小冰玉美，他们时常聊天，也会共享便当，他们倒是自得其乐。可是杜奇却陷入了烦恼。距离上次借钱已经2月有余，可是武藤一直只字不提，见到杜奇也装作不认识，就像忘记了这件事，这让杜奇有些不可思议。不过很快他就知道了缘由。黄金周放假时，杜奇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班上的女同学小冰玉美打来的。小朵，我现在好乱哦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原来武藤约她去大阪看演唱会，没想到临时改票要去东京。小冰感觉不妙才打电话给杜奇，杜奇问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，小冰说因为去东京的机票钱是武藤找杜奇借的。杜奇一听，顿时才明白他被武藤摆了一道，他的钱丢了全是鬼话。杜奇第一个反应是，他要是一去不回，那我的钱怎么办？杜奇气愤地来到机场，武藤这才说出自己的苦衷，他要去东京见爸爸，如果被妈妈知道一定会大发雷霆，说着不禁掉下眼泪。杜奇见不得女孩子掉眼泪，看着武藤落寞的神色，他心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陪武藤去东京。武藤感到有些惊喜，东京之行是他们微妙情感的巨大转折。一路上他们不言不语，来到东京，他们走在树荫下，一男一女聊着家长里短，有点像一对旅行归来的小夫妻。武藤告诉杜奇，
他想和父亲生活在一起，他想念他宽敞的卧室和漂亮的梳妆镜。然而很快他就大失所望了。来到家门口，他兴奋地冲着听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，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。不一会，电梯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，正是武藤的爸爸。杜琪刚想打招呼，武藤却给他安了一个男朋友的头衔。杜琪一脸懵逼。随后武藤和他老爸上了楼，杜琪一个人坐在大厅里无聊着。几分钟后，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就从楼上下来。杜琪终于明白为什么武藤的父母会离开，他们娘俩又为何离开东京去高知小城。武藤的爸爸出来把女儿借的钱还给杜琪，为了感谢杜琪送女儿过来，他还给杜琪订了一个酒店。杜琪一言不发地走了。可赶到酒店不久，武藤竟然哭着跑了过来，我要住这里，反正账单是 Daddy 付的，我也可以住这里。话刚说完就扑在了杜琪怀里。杜琪感觉就像演电视剧情一样，手足无措的他只能临时演绎如何安慰女孩。显然他是一个业余的演员。这次探亲时，武藤意识到他已经被从前的生活圈无情地抛弃了。自己的屋子被重新装修，父亲找了新的妻子，一个家庭被搞得乌烟瘴气，富家女就像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伤心失落的他把自己灌到酩酊大醉。杜琪默默听着他抱怨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在学校里孤冷清高的武藤居然有如此脆弱的一面。一转头却发现武藤已经睡着了。酒店房间只有一张床，要是你会怎么办？杜琪没有冲昏头脑，而是像青春期恋爱的小男孩，拿过被子轻轻地盖在女孩身上，自己则躲进了浴缸里。他为女孩保留了尊严，为自己保留了底线。第二天，杜琪顶着2只熊猫眼被武藤叫醒，他说他要赶紧化妆去见一个同学。武藤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兴冲冲地出门了。杜琪决定趁机补觉，可才没2分钟，烦人的武藤打来电话，催他赶紧下去1楼。杜琪来到楼下才知道，武藤说的那位好友其实是他在东京的前男友。武藤才离开东京，对方就有了新欢，而且还是自己的好闺蜜。心高气傲的他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才叫杜琪下来充当他的冒牌男友。看着2人虚伪的唱双簧，杜琪觉得无聊透顶，虚荣至极。他站起来转身就走了。武藤的肤浅虚荣着实让他意外。很快武藤回来了，不高兴地把包一扔，脸上没了刚才虚伪的笑容。他反思这几天的所作所为，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肤浅。东京之旅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，自己终究是回不去了。黄金周假期结束，2人一如往常回到学校上课，他们的绯闻也很快就在校园里传开了。2人在酒店一个房间里同住一夜的事情人尽皆知，当然也包括松野。他约见了武藤，想当面求证。怎么又是这件事啊？我的确是跟小拓一起去了东京，而且还在同一家饭店过了1夜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啊？跟你又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不合时宜的表白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松野直接可以唱伤心太平洋。虽然知道自己没戏了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去询问了好兄弟。没想到对于绯闻，杜琪还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得知他那样对松野发泄脾气，一直把哥们一起第一位的杜琪难以遏制内心的愤怒，冲到班级把武藤找了出来。他大声斥责武藤，武藤宛如一个在外面受了气的小媳妇，回家却没有得到老公应有的理解。他气不过就挥手打了杜琪一巴掌，杜琪也下意识地回手打了他。这看似激烈的争吵，实际上已经足以说明杜琪和武藤彼此都有了对方的位置，只是难以启齿。岁月如梭，转眼来到秋天，银杏树的落叶象征着毕业季的来临。武藤仍然独来独往，哪怕是举行毕业校庆也不参与班级活动，这让班里的女同学们很是不爽。大家决定把他拉出来教训一顿。武藤被女同学围在角落里，大家说他自私自利，自视清高，卖弄风情。武藤不甘示弱，3言2语就对了回去，还有女孩被对哭了。最后大家拿他没有办法，只能不欢而散。这一切刚好被杜琪看在眼里，武藤回头发现后很是尴尬，问他什么时候来的。可杜琪不但没有关心问候，却还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调侃地说刚才的过程他都看到了，还夸赞武藤是个厉害的角色。结果他一回头，等待他的就是一记巴掌。笨蛋，你这个人差劲透了！武藤流着泪水跑开了，似乎在说你媳妇被人欺负，你却若无其事。松野刚好从这里经过，他问杜琪为什么不出面阻止。杜琪说不想惹来闲言碎语。看着杜琪这样的态度，松野也瞬间明白杜琪也是喜欢武藤的，他是顾虑自己的感受。他抡起拳头把杜琪打了摔进垃圾堆里。你真是一个大笨蛋。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，这么好的姑娘，我费劲追了这么久没到手，你小子到手还不珍惜，也足以说明他已经放弃了对武藤的追求。自那以后，直至毕业各奔东西，他们都没有再有联系。后来原班级组织同学聚会，他们才再次相遇。杜琪坐着飞机回到高知，想不到松野居然开车来机场接他。2人聊起了各自的近况，天南地北的聊了好多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无话不谈的2兄弟。松野将杜琪送到家门口，然后主动向杜琪道歉。其实我一直想要跟你道歉，当时打了你那一拳。什么嘛，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来接我的。要不要去散散步？我们也好久没见啦。他们一起来到码头，海鸥、渔船、海浪，清新的空气，一切都那么恬淡，又感觉行色匆匆，青春逝去。
一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也喜欢武藤李佳子。此时的杜琪没有尴尬，也没有逃避，默默听着，没有回答。可能他永远没有后悔做最尴尬的那个，因为一个是喜欢的女孩，一个是最好的兄弟。第二天是同学聚会，许久未见面的同学们聊得热火朝天，互相诉说着大学里的趣事、离谱的社团活动、暧昧的感情生活，以及那些藏在心底的暗恋和未说出口的告白。闲聊中，班长告诉杜琪，武藤和他一样也在东京上大学，至今没有恋爱。杜琪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可惜直到聚会结束，武藤都没有出现过。他们走在高知小城的街头，小兵说前几天碰见武藤，武藤说他在东京有个很想见的人，那个喜欢在浴缸里睡觉的人。杜琪听完微微一笑，他心想，这样美妙的景观，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看的话，恐怕只会浪费电，但如果能和武藤一起欣赏，一定美丽非凡。霎时间，过往的记忆如潮水般涌进他的脑海里。杜琪同学，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啊？说话的口气简直跟老师一模一样。原来你是那种乖乖牌的学生啊，怎么跟我听来的不一样？真是我。不是说好不要说出去吗？你居然马上告诉松野。没想到你一个大男生也这么大嘴巴。我也要住在这里，反正账单会寄去给 Daddy， 我也可以住这里。你对朋友还真好嘛。讲完了吧？笨蛋，你这个人差劲透了。在东京，我有个想见的人，那个人啊，是个睡在浴缸里的人哦。听说了武藤也在东京，杜琪便打算去找他弥补高中时期的遗憾。刚到火车站，他心心念念的武藤竟然就在站台的另一边，列车也刚好到站，杜琪拼命地向另一边跑去，可武藤却已经不见人影，他心里无比失落，难道他们又要错过了吗？不料下一刻，武藤居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彼此呆呆地看着对方的眼神，一言不发，但早已心领神会。这段迟来的感情终究还是以圆满结束，但也让人感到青春易逝，如果没有及时把握，就会留下终身遗憾。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有回响，不是所有的浪花都能听到涛声。也许在城市行色匆匆的人群里，与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人，就是你念念不忘的睡在浴缸里的人。愿君且行且珍惜。